万历46年，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誓师，以7大恨告天，正式向明朝宣战。2万后金兵倾巢而出，直扑抚顺。守将李永芳开城投降。辽东巡抚急调广宁总兵张承殷率军驰援，结果在抚顺关一带陷入伏击，全军覆没，张承殷战死。这是明金战争的开端，也是明王朝辽东噩梦的序幕。不过，更加让朝野震动的是1年后的那场战役。万历47年2月，经略杨镐调集9万精锐，加上叶赫部和朝鲜军，共11万大军，兵分4路杀向赫图阿拉。努尔哈赤得报后，集中6万兵力，5天之内连破杜松、马林2路。刘听在阿布达里港陷入重围，力战而死。萨尔浒之战，明军文武官员战死310余人，军士死伤4万5千有余。此战之后，明朝在辽东的军事主动权彻底丧失。后金从一个边陲割据势力，成为与大明分庭抗礼的敌国。萨尔浒惨败之后，开原、铁岭相继失守，各路溃兵接连不断地涌向山海关，沿途百姓扶老携幼，哭声震天。辽东的防线已经千疮百孔。在这片废墟中，一个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。熊廷弼，湖广江夏人，万历26年进士。他早年巡按辽东，对边务极为了解。萨尔浒战后，他正以大理寺丞的身份在河南赈灾，接到朝廷的加急文书，命他即刻进京。万历皇帝在平台召见熊廷弼，君臣对答之际，熊廷弼只是平静地分析了辽东局势，提出了以守为战、以守待变的基本方略。万历皇帝擢升他为兵部右侍郎、辽东经略，即日赴任。万历47年7月，熊廷弼从北京出发，一路向东，沿途的景象让他触目惊心。从山海关到辽阳，数百里间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村落，逃难的百姓堵塞了官道，溃散的士兵毫无军纪。熊廷弼到任后第3天，就召集辽阳诸将，当众斩杀了3名临阵脱逃的参将，颁布了严格的军令。同时，他亲自到各营巡视，抚慰士兵，发放粮饷。他亲自勘察地形，重新部署兵力，在辽阳、沈阳、广宁等战略要地修筑城垣，加固防御工事。辽东驻军10余万，每月需要军粮数万担，而当地的粮食生产已经崩溃，全靠从关内转运。熊廷弼多次上书朝廷，请求调拨粮饷，又派人到山东、直隶等地采购粮食，同时组织军事屯田，在辽河两岸开垦荒地。虽然远水不解近渴，但至少是一个长久之计。半年后，努尔哈赤率军进攻蒲河、义路，这是萨尔浒之战后后金最大规模的一次试探性进攻。熊廷弼得到消息后，亲率主力驰援，后金军判断无机可乘，主动撤退。这是萨尔浒之战后明军第一次在正面逼退后金的大规模进攻。万历皇帝在批复熊廷弼的奏书中，对他予以肯定，并继续调拨粮饷予以支持。但熊廷弼本人却没有任何喜悦之情，他请求朝廷继续增兵增饷，并提出了一个长期的防御计划。到万历48年中，辽东的局势已经明显好转，后金的几次试探性进攻都被击退，努尔哈赤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进攻辽阳的计划。逃难的百姓开始陆续返回家园，一些被破坏的城镇也在缓慢恢复。熊廷弼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：辽东之事艰难万状，然1年以来总算站住了脚跟。然而熊廷弼在前线拼死拼活，朝堂之上却早已暗流涌动。晚明的党争在万历末年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，东林党与浙党、齐党、楚党等派系相互攻讦，从朝堂到地方，从政务到边事，无处不斗。熊廷弼性格刚直，不善周旋，在朝中本就没有多少根基，他在辽东大刀阔斧的整顿，得罪了不少人。一些被他撤换的将领和地方官四处散布谣言，说他专权跋扈，虚报军功。熊廷弼对这些攻讦并非不知，但他根本无暇顾及。他在奏书中辩解道：
臣在辽东，日与鲁战，夜与鲁谋，寝不解甲，食不甘味。朝中诸臣坐而论道，岂知边事之艰难？臣但知有辽东，不知有身家。这些话在朝中某些人看来，简直是目中无人。这年7月，万历皇帝驾崩，明光宗在位仅1个月就突然去世，继位的是年仅16岁的天启帝朱由校。短短几个月内，皇帝3易，朝局动荡到了极点，各派势力争相在新朝中抢占位置，党争愈发激烈。熊廷弼失去了最后的靠山，万历虽然怠政，但至少对他还算信任，给予了足够的支持。天启即位后，朝政大权落入了东林党人手中，而部分东林党人对熊廷弼的态度并不比这党好多少。万历48年10月，天启帝继位仅1个月，御史冯三元弹劾熊廷弼无谋欺君，畏敌不战，迷享劳师。熊廷弼愤而上书自辩，他的奏书写得极为激愤。他最后写道：辽左之安危，非臣一身之荣辱，若以臣为无用，其早赐罢斥。别选能臣，臣死且不避，何惜一官？1620年底，朝廷正式批准熊廷弼罢职，由袁应泰接任辽东经略。熊廷弼沉默良久，将经略印信交还使者，然后脱下官服离开了辽东。他去之后，袁应泰接任辽东经略。他改变熊廷弼的固守策略，大开城门接纳降人，结果混入了大量后金间谍。天启元年3月，努尔哈赤率军猛攻沈阳，袁应泰指挥失当，沈阳城破，后金军乘胜进攻辽阳，袁应泰自缢殉国，辽河以东70余城全部沦陷。此时距离熊廷弼罢职不过半年，天启帝质问群臣：熊廷弼在时，辽东固守年余，何以他一去便丧失失地如此？群臣面面相觑，无人敢答。但此时再后悔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辽东防线已经退到了广宁，明朝在关外的地盘只剩下辽西走廊一线。而更可怕的是，熊廷弼被罢职所释放的信号，已经深深刺痛了边臣的心。这在此后的10几年里，将被无数边臣反复验证。每一个站在辽东前线的人，都将在朝堂的刀光剑影中感受到同样的含义。而熊廷弼本人，还将在半年后被重新推上这条不归路，然后走向一个更加惨烈的结局。但对于万历47年到万历48年的熊廷弼来说，他至少完成了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。在明朝极其虚弱的时候，用一己之力在辽东撑起了一道防线，为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争取了1年多的时间。天启元年3月，辽阳城破的消息传到北京，辽东经略袁应泰自缢殉国，辽河以东70余城全部沦陷。明朝在关外的防线退到了广宁。此时的辽东局势比熊廷弼第1次经略时更加凶险。萨尔浒战败后，明朝至少还控制着辽阳、沈阳2座重镇，而现在辽河以东尽失，后金兵锋直指辽西走廊。这条狭窄的通道一旦被突破，山海关就将直接暴露在敌前，而山海关一旦失守，北京城就无险可守了。天启元年6月初3，朝廷下旨重新启用熊廷弼，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、辽东经略，赐上房剑。这一次的任命比第1次更加隆重，但熊廷弼接旨时没有任何欣喜之色。在他赴任的时候，王化贞已经在辽东巡抚的位置上经营了4个多月。这个比他年轻、比他更受朝中某些人青睐的官员，将成为他最大的对手。经略是朝廷派出的最高军事长官，节制一方；巡抚则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，也监管军务。在辽东这种战事频繁的边镇，京府之间的矛盾几乎是制度性的孤寂。但这一次，朝廷在制度层面其实已经做出了规定。熊廷弼的任命明确其为辽东经略，节制天津、登莱、广宁3方。王化贞的巡抚任命则明确受经略节制，至少在纸面上，同属关系是清晰的。但熊廷弼和王化贞之间的矛盾远不只是制度问题，2个人的性格
出身、军事理念，乃至背后所依靠的朝堂势力都截然不同。熊廷弼在辽东经营多年，深知后金的实力。他的三方布置战略，具体而言，就是在广宁集结重兵，依托成员堡垒正面防御；在天津、登莱设置水师，从海上牵制后金；在山海关外层层设防，步步为营，不求速胜，但求不败。他反复强调，至少要3年时间才能恢复辽东的局势。王化贞则完全相反，他对熊廷弼的战略嗤之以鼻。他声称，只需6万精兵，他就能在3个月内平定辽东。两个人的分歧几乎是不可调和的。天启元年8月，熊廷弼正式在山海关上任。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巡视防线。从山海关到广宁300里的辽西走廊，两侧是大海和群山，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。熊廷弼沿着这条通道一路东行，每到一个城堡都要停下来仔细勘察。他发现这条防线比他想象的要脆弱得多，许多成员年久失修，守军缺额严重，火器弹药储备不足。熊廷弼回到山海关后，立即向朝廷上书，要求将广宁的军队重新整编，并明确经略的指挥权。与此同时，王化贞也在广宁忙碌着。他的计划是策反后金内部的明朝降将李永芳，让他作为内应，联合蒙古从北面夹击后金，然后广宁主力正面出击，一举荡平赫图阿拉。他向朝廷上书，声称李永芳已经暗中答应归降，蒙古各部也已经答应出兵，只等朝廷下令就可以发动总攻。张鹤鸣对王化贞的计划大为赞赏，在朝中极力鼓吹。两个人的矛盾很快变成了公开对抗。王化贞在广宁大张旗鼓地准备荡平计划，完全不顾熊廷弼的三方布置。熊廷弼在山海关屡次上书，指责王化贞轻敌冒进，要求朝廷制止他的鲁莽行动。两个人的奏书在朝堂上交相攻讦，各派势力也争论不休。支持王化贞的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内阁中的一批官员，他们看重的是王化贞的速战方略，因为朝廷确实没有财力支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。支持熊廷弼的是少数了解边务的老臣，他们深知后金的实力，明白王化贞的计划完全是空中楼阁。天启元年冬，王化贞的计划开始付诸实施。他派人联络蒙古各部，但蒙古人拿了赏银之后根本没有出兵的打算。他派人策反李永芳，但李永芳早就把密信交给了努尔哈赤。努尔哈赤让李永芳假装答应归降，实际上已经做好了进攻广宁的准备。熊廷弼在山海关听到王化贞的种种举动，心急如焚。天启元年12月，熊廷弼最后一次上书，措辞已经近乎哀求，朝廷的批复依然是模棱两可。经略、巡抚各任其事，同心共济。熊廷弼看罢批复，长叹一声，对身边的幕僚说：“广宁必失，大势已去矣。”天启2年正月18日，努尔哈赤率6万大军分3路西渡辽河，直扑广宁。王化贞得到消息时，还沉浸在荡平的美梦中。他派出总兵刘渠、齐秉忠等率3万精兵迎敌，自己则在广宁城中坐等捷报。后金军的第一个目标是西平堡，这座小城扼守在辽河渡口，是广宁的门户。守将罗一贯率3000明军死守孤城，面对后金军的轮番进攻，血战数日，粮尽援绝。正月22日，西平堡城破，罗一贯在城头自刎殉国，3000守军几乎全部战死。同一天，王化贞派出的3万援军在平阳桥遭遇后金军，这支援军由广宁守军主力组成，本应驰援西平堡，却在半路上被后金军截住。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，将领孙德公突然率先溃逃，他一边跑一边大喊兵败，明军阵脚大乱，总兵刘渠、齐秉忠力战而死，3万大军全军覆没。王化贞不知道的是，孙德公早已通过李永芳与后金勾结，约定献广宁投降。平阳桥之战中，他是故意制造溃败，为的就是瓦解明军主力，
正月23日，孙德公逃回广宁，他在城外声称后金大军已经杀到，城中顿时大乱，军民争相逃命。王化贞听到城外喊杀声四起，知道大势已去，慌忙在混乱中逃出广宁。孙德公率部开广宁城门，向后金投降。这座明朝在关外的最后一座重镇，就这样落入了努尔哈赤手中。王化贞一路狂奔，逃到大凌河，在这里，他遇到了率5000兵东进接应溃兵的熊廷弼。两个人见面的场景被史书记载了下来。王化贞见到熊廷弼，失声痛哭，连声说：“悔不听公言，以至于此。”熊廷弼看着这个毁掉辽东大局的人，心中五味杂陈。他沉默了片刻，冷冷地问：“广宁之兵尚有几何？”王化贞答：“仅1000余人。”熊廷弼又问：“城中百姓何在？”王化贞答：“皆已弃城而逃。”熊廷弼长叹一声，两人率残兵一路西撤，最终退入山海关。广宁兵败后，后金军对辽西诸城进行了劫掠，但并未派兵长期驻守。努尔哈赤在劫掠完毕后，率军撤回辽河以东。明朝在关外仍然控制着右屯、宁远、前屯、中前所等据点，但广宁的陷落仍然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。天启帝震怒之下，下令将熊廷弼、王化贞二人革职听勘。天启2年4月，在经过2个月的调查后，朝廷正式将二人逮捕下狱。而此时的熊廷弼还不知道，等待他的将是更加残酷的命运。在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他将在牢狱中度过漫长的岁月，最终被处以极刑，传首9边。他在辽东最危难的时候2次挺身而出，他用自己的方式试图挽救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。他因为坚持正确的战略而被排挤、被罢黜，最终被推上绝路。熊廷弼被判死刑后，并没有立即执行，从论定死罪到最终行刑，中间隔了3年多的时间。这3年里，他在狱中等待，也在狱中挣扎。据《明史》记载，熊廷弼曾托付汪文言向内廷行贿4万两白银，以求暂缓死刑，可事后却没能兑现这笔承诺。这段话后世争议很大，许多人认为以熊廷弼的家境，其本人是拿不出这4万两银子的。但无论真相如何，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：魏忠贤从此对熊廷弼恨之入骨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天启4年，魏忠贤在与东林党的权力斗争中全面获胜，赵南星、杨涟、左光斗等核心人物先后被捕入狱。朝堂之上，阉党已然一手遮天。熊廷弼一案也在这场惨烈的党争中被重新翻出。对阉党而言，熊廷弼本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与东林党的关联。熊廷弼2次经略辽东，均得到了邹元标、赵南星等东林官员的支持。天启5年，阉党掀起了一场针对东林党人的大狱，汪文言被逮捕下狱，受尽严刑拷打。锦衣卫指挥使徐显纯对他滥施极刑，逼其诬陷熊廷弼曾向杨涟、左光斗等人行贿，就此将熊廷弼案与东林6君子案绑定。与此同时，阉党爪牙冯全在为天启帝讲经言时，拿出一本市面上刊印的《辽东传》，诬陷说此廷弼所作，妄图借此脱罪。书中记载了熊廷弼守辽的英勇事迹，但言语中对天启皇帝颇有讽刺。这年8月28日，熊廷弼被押赴西市处斩，魏忠贤随即下令将他的首级传世9边，以儆效尤。这颗首级从北京出发，先到山海关，然后依次传世冀州、宣府、大同、山西、延绥、宁夏、固原、甘肃9镇。每到一处，守将都要集合军队，当众展示首级，历述熊廷弼的罪行。明记北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熊廷弼的首级传到辽东时，许多戍边老兵跪地痛哭。他们记得，这个被朝廷定为死罪的人，7年前曾凭一己之力稳住了辽东的局势。这个被诬陷重金行贿的人，当年离开辽阳时，满城百姓曾跪地相送，
嚎啕大哭。熊廷弼身死之后，阉党的迫害仍不停止。御史梁孟环诬告熊廷弼侵盗军资17万两，御史刘辉妄称熊廷弼家资100万，应抄没充作军饷。魏忠贤矫诏严追，熊家全部家产被抄没尚且不够，连亲戚本族都受到牵连。江夏知县王尔玉更是趁机向熊家勒索征完，最终逼得熊廷弼长子熊兆圭自尽身亡。一个为大明鞠躬尽瘁的人，最终落得身首异处、家破人亡的下场。而酿成广宁惨败的罪魁祸首王化贞，却靠着首辅叶向高与兵部尚书张鹤鸣的庇护，迟迟未被处决。叶向高致仕后，他又投靠阉党，换来了缓决的生路。直到崇祯5年，王化贞才被押赴刑场处斩。此时距离熊廷弼含冤而死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。崇祯即位第2年，朝廷终于为熊廷弼平反，但此时的平反并不彻底。崇祯帝最终仅允许熊廷弼的儿子迎回父亲首级，归乡安葬。熊廷弼死后17年，清军再次入塞，明朝江山已经摇摇欲坠。但此时再想起熊廷弼，已经太晚了。他的冤魂早已在九边之上飘荡了多年。熊廷弼死后18年，孙传庭战死潼关，麾下秦军全军覆没。熊廷弼死后19年，李自成攻破北京，崇祯帝自缢于眉山，立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此覆亡。他一生2次经略辽东，第一次稳住了萨尔浒之战后的危局，第2次则在经府不和的死局中功败垂成。熊廷弼用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，后来者看得清楚，却躲不过同样的命运。但历史总要有一些人不计毁誉、不计生死地往前走。熊廷弼死后不到半年，又一个人踏上了出关的路。他比熊廷弼大5岁，没有经略辽东的经验，却有着同样的固执与担当。他将用4年的时间，在熊廷弼跌倒的地方筑起一道从未被正面突破的防线。这个人叫孙承宗。